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粉丝也就不了，跳梁小丑张凌赫口碑大跌，这次再好的资源也白搭。近日新晋流量小生张凌赫可谓是出尽风头，新剧逐愈话题度拉满。但似乎口碑并没有往好的方向发展。前脚在剧宣的时候因为说错话遭到东南亚粉丝集体脱粉，近期又因妆造问题遭到网友吐槽。有网友翻出之前何润东饰演的项羽一出场，瞬间压迫性十足，风沙满面，胡须粗鲁的武将形象，一看就让人愿意相信他确实是上战杀敌的大将军。反观小张饰演的将军，皮肤白皙无瑕，发型一丝不苟，上了战场受尽搓磨后还能白到发光，称之为玉面书生也不为过。两人截然不同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因此小张被网友们调侃是粉底液将军。除此之外，还有网友调侃看他打仗像是在走秀，只有观赏性，根本经不起推敲。也因此被调侃粉底液掉了，需要休战补妆。对此，小张的粉丝们也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表示在原著中小张饰演的角色就是玉面俊美的世家公子，白皙贵气是角色需要。还有粉丝为他开脱，表示是妆造的问题。小张本身的颜值没得挑，确实不得不承认小张长得确实很帅，但也无法否认妆造太不贴合角色了。其实观众们并不是反对将军帅，而是反对不贴角色的帅。在精致的妆造下，让武将本该有的操和刚全没没了。现在这些流量小生为了迎合大众审美，不管是什么身份职业，一律美颜磨皮，精致发型，看起来就像是精致的洋娃娃。虽说获得了流量和粉丝，但注定是走不长远的。当青春不在以后，就算有再好的资源也白搭。致机灵官出圈背后，张凌赫的优势放大术与古偶造型的破局密码。还记得逐狱里那个画面吗？大雪纷飞，身披银甲，头戴2根修长至机灵的武安侯谢征策马归来，190厘米的身形在凌雨摇曳间气场全开。这个瞬间在社交平台疯狂刷屏，被无数观众截屏保存，直呼一步一摇动山河。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引爆全网视觉热点的标志性造型，并非出自造型师的一时灵感，而是演员张凌赫自己向导演曾庆杰主动提议的结果。打工人的平行世界，作为一名资深游戏爱好者，张凌赫从游戏中武将的视觉张力汲取了灵感，同时又深入考据，将中国传统戏曲中玲子的美学与象征意义融入其中。他专门查阅了史料，确认雉鸡灵在古代是武官官是和官的一部分，象征着勇武与战功，并非特定人物的专属。这个提议完美契合了剧中谢征从隐忍病弱的赘婿到杀伐果断的战神这一身份觉醒的弧光。然而，这个看似飘逸潇洒的造型，在实际拍摄中却是个不小的挑战。那顶搭配了长至机灵的凤翅紫金冠，实物非常沉重。张凌赫初次佩戴时就直言好重，拍摄时他需要在颈椎和肩背持续承压的状态下完成复杂的打戏，保持挺拔的仪态，并精准传递角色的情绪。为了进一步贴合谢征病弱战神的设定，他在戏外减重了15斤。通过眼神的切换、颤抖的手指与挺拔身姿的对比，来演绎角色脆弱感与狠厉气场的极致反差。镜头前至机灵的每一次飞扬，背后都是演员对形体与表演细节的苛刻把控。这个造型的成功，迅速超越了剧集本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有眼尖的网友发现，谢征的紫金冠造型与其天大圣孙悟空竟是同款。服饰史学家黄强教授指出，这种头戴至尾翎的造型，在戏剧中常用于吕布、穆桂英等英武人物，
在《西游记》戏曲中则主要用于孙悟空。其现实原型可追溯至古代武官佩戴的荷冠，汉代史籍中就有赵武灵王赐勇士和鸟尾羽以显威风的记载。张灵鹤的造型无意间完成了一次从游戏视觉到戏曲美学再到历史考据的串联，激发了观众对传统服饰文化的兴趣。造型的出圈也意外引发了一场跨越时代的审美对比。随着谢征形象的火爆，10多年前何润东在《楚汉传奇》中饰演的项羽也被网友重新翻出，两者被做成视频广泛对比，甚至出现了拉踩。何润东版的项羽满面尘灰，盔甲厚重古朴，完美契合了当年历史证据追求写实与磅礴感的审美。而张灵鹤版的谢征妆容精致，盔甲设计感强，被部分网友调侃为粉底液将军，但其核心魅力在于极致的人物反差和美强惨的氛围塑造，完全服务于当下古装偶像剧的叙事逻辑与视觉需求。这恰恰点出了一个关键：张灵鹤的优势放大术，核心在于精准的定位与融合。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势190厘米的挺拔身形，优越的古香和极具冲击力的古装颜值。他并没有被动等待造型，而是主动将自己的优势与角色需求、时代审美进行创意结合。他提出的智机灵设计不仅放大了其身高和气场的视觉优势，更通过灵子的动态，将谢征身份转变的戏剧张力实体化、符号化了。这不是简单的颜值堆砌，而是让外形优势成为角色塑造的有机组成部分。竹玉的造型争议也折射出当前古装剧市场在服化道上的普遍焦虑与探索。观众早已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半披发和高发髻，对粗糙的复制粘贴感到疲劳。另一方面，过于激进、缺乏文化根基的创新同样会遭遇反噬。例如某剧集将荧光绿丝带和镭射铠甲融入唐代背景，被戏称为唐朝赛博朋克，引发了关于篡改历史 DNA 的广泛批评。观众并非抗拒创新，而是厌恶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相比之下，张灵鹤在竹玉中的造型尝试提供了一种更易被接受的思路，在尊重传统文化内核，如灵子的勇武象征、戏曲的美学表达的基础上，进行符合现代影视语言和角色个性的视觉转化。它不像某些历史剧那样追求100%的考古复原，也不像某些架空剧那样天马行空的颠覆，而是在似与不似之间，找到了一个既能引爆话题，又能承载角色灵魂的平衡点。这场由2根智机灵引发的讨论，从演员的主动作为延伸到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再触及不同剧种、不同时代的审美差异。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角色造型早已不再是造型师的单方面输出。当演员能够深度参与，将自己的理解、优势乃至个人兴趣如游戏审美融入其中，往往能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张灵鹤凭借此造型，不仅让谢征这个角色深入人心，也让自己在接连经历颜值争议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稳固了其作为95声中浓颜系代表的地位。最终，智机灵官的走红，与其说是某个造型的胜利，不如说是一次优势精准投放的成功案例。它关于演员如何认识并善用自身条件，关于创作团队如何倾听并融合有效建议，更关于在众口难调的审美市场中，如何用一份兼具文化诚意与视觉巧思的答卷，同时赢得流量与讨论。下一次，当我们在古装剧中再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造型时，或许可以多问一句：这背后又是谁在主动放大自己的优势呢？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